这是什么？啊，疼疼疼！不是做梦，这是真的疼。我叫南风，26岁，屏幕公司后端程序员。昨晚加班改 bug， 屏幕闪了一下白光，然后就到了这里。虎口有老尖，指甲里有铁屑，这是游戏里铁匠的手。这里是新手村铁匠铺，老汤姆，骷髅王国新手村的 NPC 锻造师。冷静，先看看系统。角色：老汤姆 NPC 南风，种族亡灵，属性比普通人强一点，但也没强太多。锻造师等级1级，经验0，精神力0。这个属性我认识，是我写的代码。老汤姆，做把新手剑。被系统控制了，一套流程全自动。这只是游戏里循环播放的动画 ，NPC 怎么会累？精神力，我怎么不记得我写过这个代码？精神力可通过扮演 BOSS 击败玩家获得，每击败1名玩家，精神力加1。这是我亲手写的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黄金币1比1，那不是意味着在游戏里赚到钱就能拿到现实世界里花？房租、信用卡那堆烂摊子有救了 ！Thank you， 走了。升到2级需要锻造100把，太慢了。新手短剑利润1银半，木段0.5，头盔烂，利润太低，不能只靠等玩家上门，得让他们愿意多花钱。需要更好的配方，需要升级。精神力扮演 BOSS 击杀玩家。新手村东3公里，深红色雾气墓地。每天傍晚6点刷新5级小 BOSS 骷髅勇士碎骨者。他的 AI 行为逻辑是我写的。如果我能进入那个 BOSS 的身体，击杀玩家赚精力换黄金币，兑现现实货币。为了房租和信用卡，拼了！扮演模式开启。击杀玩家可获得精神力1黄金币等于1元人民币。房租、信用卡，那堆烂摊子。第1滴血，玩家被墓地 BOSS 骷髅勇士碎骨者击败。3个玩家，精神力加了3点。1精神力能换什么？得回去看看系统。抱歉了各位，但我真的很需要钱。扮演模式关闭。回来了，还好身体没出问题。精神力从0涨到了3，快看看黄金币有没有增加。0，精神力加了，黄金币没变，难道还得兑换？不可能，系统不会骗人。精神力那一栏有个兑换按钮，果然3点精神力换3个黄金币，兑换成功。3个黄金币就是3块钱，3块钱离房租还差2997。但至少证明这条路走得通。第一次扮演 BOSS 还不太熟练，明天还得继续，一天赚3块钱，1个月90，还差得远。得想办法让精神力涨得更快，或者提高锻造师等级。回到铁匠铺，看看商店有没有新配方。白天开店赚经验，傍晚刷玩家涨精神力，2条腿走路。我得先搞清楚自己有什么家底。材料不多，都是之前任务攒的，工具也破，跟隔壁老王铁匠铺比差远了。咦，这几块边角料也许能打个小东西。以前当程序员，现在当铁匠，代码不会骗人，铁锤也不会，试试能不能自己打造新装备。我记得以前玩游戏，铁匠可以自由打造。操，系统限制，连自由发挥都不行。果然 MC 就是 MC， 看来唯一的出路就是老老实实升级。明天继续开店，傍晚继续刷骷髅，日子就这么过了。穿越到游戏里当 NPC。这种事说出去谁信？可是房租是真的要交，信用卡也是真的要还。现实里的那个我，现在是什么状态？公司的人会发现我趴在工位上吗？不想了，走一步算一步。天亮了吗？老汤姆，开门做生意啦！来了。老汤姆，我要打造一套新手装备。新手短剑1把，木盾1个，又要开始机械劳动了。不过每多一个订单，经验就多一点。木盾经验比剑多，因为利润高，
又一个5银票利润到手，照这个速度，再过半个月升2级，太慢。嘿，朋友，进来看一下，今天有优惠，欢迎光临。需要锻造点什么？什么鬼？我想说的话被过滤了。果然是 NPC， 只能按照脚本说话，连拉客都不行。算了，还是晚上赚精神力的路子靠谱。这次备了点恢复药，万一被玩家反杀，3块钱只是个开始，总有一天我会攒够钱回到现实。已经摸清了这具身体的极限，扮演模式开启。都进来了。他要放大招了，快散开！暴击瞬间团灭5人队伍，奖励系数乘10，击杀玩家乘5，基础加5黄金币，当前黄金币50。这大招怎么躲啊？攻略上说往前翻滚能躲，我滚了还是死了？因为操控他的是我，但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这一点。都听我指挥。他那个大招的前摇是4圈旋转，第4圈的时候，所有人往他身后闪，牧师注意提前套盾。战术不错，可惜遇到我了。他不按套路出牌。击杀玩家乘5，基础加黄金币，当前黄金币55。没有暴击，但因为人数多，进账依然可观。2117枚。个小时的收获，加上昨天的247枚，总共2364枚黄金币，2364元软梅币。返回现实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醒了，人事姐让我过来的。你昨晚加班晕倒了，我们早上发现你趴在键盘上叫不醒，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太累了，让你多休息。公司那边，这是给你的。5万，够了。你还好吧？挺好的。啊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肩膀还是酸的，加班落下的毛病，该去放松一下了。加上游戏里赚的2300，5万8。师傅，去城南那家水利中心。好。泡个澡，按个摩，然后吃顿好的。今晚还要回游戏里继续刷 BOSS。从医院醒来到现在，大约50分钟，每小时消耗100点精神力。师傅，靠边停吧。还没到呢。我知道，我到了。倒计时3、2、1，传送启动。3次了，连个 SPA 的门都没摸到，全兑换成了现实货币，躺在我银行卡里。精神力0-100，扮演 BOSS 击杀玩家或等待次日自动恢复100点。新手村的骷髅机都开始打鸣了。隐藏任务已解锁，精神力的更多用处。你每次返回现实会消耗大量精神力。去问村里的其他 NPC， 穿越过来2天了，还从来没跟任何一个 NPC 说过话。他们会说话吗？你好，请问欢迎光临，需要买点什么？和系统一样的机械枪，不像有意识。隐藏任务说去问问村里的其他 NPC， 但那些 NPC 看起来只是机器，也许不是问普通的 NPC， 是有特殊标记的。找找看。年轻人，你身上有活人的气息。他会说话，不是系统那种机械音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你不一样？我是第一批穿越者，失败的穿越者。穿越者？你也是从现实世界来的？是的，10年前我穿越进来，成了 NPC， 一直困在这里，直到精神力耗尽，再也回不去。再也回不去？你的精神力每次返回现实都会消耗，但你知道吗？精神力还可以用来锚定现实，消耗100点，可以兑换现实世界1小时的存在时间。如果你能在现实里找到锚点，就不需要每次都被强制传回来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不过别太担心，你还有机会。你才来2天，精神力上限比我高得多。只要你能找到那个锚点，就能自由往返。看到那座山了吗？山顶有个祭坛，传说第一批穿越者就是从那里进来的。也许那里有你想要的答案。谢了。
我会去的。锚点到底是什么？现在精神力归零，连现实都回不去，更别说上山了。先赚钱，赚精神力。今晚继续刷 BOSS， 把精神力堆到200以上。白天开店攒经验，傍晚刷骷髅，半夜研究锚点。今晚目标精神力刷到200，黄金币存够5000，一定要撑到能自由往返的那天。扮演模式开启。今晚杀得更凶。击杀玩家乘5，精神力加5，当前精神力125。暴击，获得黄金币乘15。这效率，今晚肯定能破5000金币。持有黄金币5420。5420，加上之前留在卡里的，够了，返回现实。还是先被传回来了，不过没关系。墓地的 BOSS 晚上才刷新，白天上山找祭坛，找锚点。精神力可以慢慢攒，但锚点必须尽快找到，否则迟早会像老骷髅一样，永远留在这儿。精神力5分100。5点。昨晚在现实里只待了半小时，付了房租，连 SPA 的门都没摸到就被传回来了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在现实世界待更久。精神力种子怎么激活？昨晚扮演 BOSS 的时候，世界频道里有人提过，墓地深处有个老乞丐 NPC， 说话神神叨叨的。新手村的 NPC 我基本都认识，没有乞丐，除非那个乞丐不在新手村里。白天墓地没有 BOSS， 暗红色雾气到傍晚6点才升起，现在只是一片废弃坟场，偶尔刷几只低级骷髅怪，攻击力几乎为0，但总比空手强。白天的碎骨墓地和晚上完全不同，没有雾气，没有压迫感。不是老乞丐，是流浪贤者。你不是普通的铁匠。他怀疑我，这是我穿越以来第一个对我身份表示怀疑的 NPC。留给下一个路过的玩家的。线索找到了，但任务量很大。碎骨墓地我熟悉，但守墓者灵体只在午夜刷新，不是傍晚6点的骷髅勇士。那是2个不同的单位。废弃矿洞在西边，从来没去过。枯井，天天路过，从来没想过里面还有壁画。或许可以去枯井看看。但有一个问题，我的精神力现在只有5点，扮演 BOSS 需要消耗精神力吗？昨晚第一次扮演时，精神力从0开始，击杀玩家后逐渐增加，说明扮演本身不消耗精神力，消耗的是在高强度战斗中的维持成本。我自己也搞不清楚，不管了，先回去开铺子。线索上说用火把照亮。星火之气不在井底，在每一个愿意为自己点起火把的人手里。获得星火之气13。原来如此，不是找到，而是成为拿火把的人。还差2把，黄昏骨气和深岩之气。守墓者灵体午夜才刷新，还有6个小时。这段时间先以骷髅勇士的身份刷一波玩家，扮演模式开启。干脆一边刷黄金币，一边想线索吧。羊皮纸上的线索。这个 BOSS 今晚怎么更猛了？不对，他好像在走神。走神还能秒人？别逗了，先干活。线索的事午夜再说。黄昏古市、深岩之势、星火之势。星火之势已经拿到了，另外2个今晚午夜搞定黄昏古市，明天白天去矿洞。刷怪也能让精神力涨到100以上，午夜之前应该够用了。还有10几分钟到午夜，精神力87，够了。守墓者灵体在午夜刷新，不是骷髅勇士。
午夜已至，守墓者灵体已刷新。辽威8比我高7级，但它是灵体，物理攻击可能减损。不能远程对轰，我不是法师，必须近身。拿药水硬扛，灵体的攻击频率慢，每次出手后有2秒空隙。死了，终于获得黄昏古旗23，还差最后一把。精神力12分100，打一个灵体，精神力掉了75点，消耗太大了。精神力25分100，精神力只恢复了13点，但够用了。废弃矿洞最底层，特定位置挖掘，羊皮纸上标了坐标。坐标是东偏北37度，深度3米。获得深岩之蟹出分3。3把钥匙集齐了。任务更新，3把钥匙已集齐，等待满月之夜前往旧战场遗址中央石碑处。下次满月3日后的夜晚。3天，白天开店赚经验，傍晚刷骷髅勇士攒精神力和黄金币，午夜休息恢复精神力。3天后，满月之夜去旧战场遗址开启密室。目标已设定。今晚满月。密室已开启，进入后将无法使用扮演模式，是否确认？就是这里。那就是空间锚点，虽然从没见过，但心里有一种直觉，这就是我需要的东西。糟糕，如果慢了半飘，那些剑就会把我钉成筛子。那些纹路不是装饰，是警告，只要踩上去，就会触发对应的机关。就差1点。还好头发本来就不多。快了，快到了。来嘛，别害怕。我可是人类，骷髅也能魅惑我，滚吧你！放松，这里什么烦恼都没有，留下来陪我们玩嘛。留下吧，这里只有快乐。星火之喜在每一个愿意为自己点起火把的人手里，幻境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只要我心里清楚自己要去哪里，没有任何东西能留住我。空间锚点建立中，当前精神力41/100。自由穿梭，不再受每小时100点消耗的限制，只要能一次性凑够100点。现在只有41点，还需要59点。如果今晚6点再去刷一次，攒够59点完全没问题。但有一个问题，今天是满月，密室只有在满月之夜才会开启。
必须在天亮前回到这里。白天，先回铁匠铺。今晚必须凑够100点。精神力42、43。自然恢复的速度太慢了，到傍晚6点，最多只能恢复到50出头。必须靠扮演 BOSS 来补齐剩下的缺口。开服第3天了，玩家的等级已经上来了。新手村的 BOSS 对他们来说可能已经不够看了，但我扮演的 BOSS 不一样。今晚无论如何都要凑够100点精神力。精神力50，还差50点，来吧！但今晚来的玩家还有昨天那么多吗？不管了，来多少杀多少。骷髅勇士碎骨者 LV5 精英已刷新。熟悉的角色，熟悉的操作，扮演模式开启。击杀玩家乘2，精神力加2。精神力51-100，黄金币。还差49点精神力。然后在今晚再次进入密室，激活空间锚点。玩家等级都提上来了，是都去了更高级的市场了吗？今晚来刷碎骨墓笛的人，比前2天少了一大半。暗红色雾气怎么还没出现？不对，不是雾气。这是什么？不是碎骨者的刷新方式。区域公告：骷髅勇士碎骨者已进化，骷髅领主血斧 Lev12稀有精英已刷新。这是什么怪物？攻击力、防御力、生命值至少是碎骨者的3倍以上。机会。当前精神力51，条件满足，是否切换扮演目标？是。战士呢？战士先上啊！你行你上，这 BOSS 等级比我高4级，先打一波试试，灭了就跑。各就各位，准备开怪。有指挥，有配合，不像前2天的散兵一勇。等他们进入血府的默认冲锋范围。开怪！我操！这 BOSS 起手不是这个技能，法师的火球只打掉不到2%的血量，防御力是碎骨者的3倍不止。不追盗贼，目标是治疗。击杀玩家乃亮惊人触发暴击奖励加1。第一个黄金币结算中。烟雾弹对玩家的视野有用，对 BOSS 的仇恨感知没用。撤！放他们回去，他们会告诉更多人，然后更多人会来尝试。来的人越多，我的精神力涨得越快，黄金币也在进账。精神力加1，骂得越凶，挫败感越高，黄金币结算越多。精神力加1。LV12稀有精英的效率比碎骨者高太多了。来多少吃多少，
就差2点精神力就能凑够100。开服第3天，还在新手村附近徘徊的玩家本来就不多，赶来挑战 LF12精英的更少。扮演时间要结束了，来不及等下一批了。还差2点，但密室今晚还开着，必须在天亮之前进入地下广场，激活空间锚点，每小时恢复1点，2个小时就够了。还有时间，来得及。精神力99，精神力100， 100，刚刚好。空间锚点建立中，检测到精神力100有100，条件满足，开始注入精神力。空间锚点已建立，当前状态双界连通，穿梭后可在另一世界自由活动。100点精神力，一次性全部用掉了，但值得。成功了，只有127枚，127元软枚币，不多，得继续赚钱。角色老汤姆，难分，等级力 V12。什么时候升的？难道说扮演 BOSS 的时候 ，BOSS 获取的经验也计算在了我的角色上？这双手不只可以锻造装备，更高的精神力收益，更多的黄金币。而对于我来说，新的猎物也正在等着我。血斧是 LV12稀有精英，那么下一个 BOSS 起码是 LV15以上，可能在枯骨荒原的深处。等级越高，精神力收益越大，黄金币掉落也越多。白天开店攒经验，晚上下幕府刷精神力。空间锚点已经建立，每次穿梭只消耗10点精神力，不再有持续消耗。这意味着下次回现实，我能待够时间了，不用再被半路传回来，可以在现实世界里租一个像样的房子，不用再住城中村的隔断间了。精神力归零的感觉并不好受，像是被人从身体里抽走了什么东西，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壳。但好消息是，空间锚点已经建立了，可以自由穿梭，每次固定消耗10点精神力。坏消息是，连一次穿梭都做不到，自然恢复每小时1点，至少要在游戏里再待10个小时。新手村周围的怪物刷新点全部显示为灰色，没有玩家在打怪，系统自动降低了刷新频率。我这等级有点碍眼啊，虽然玩家不会怀疑 NPC， 但次数多了，总有举报的风险。保险起见，还是离开这里吧。在这里只待了3天，却感觉像是过了很久。等级 LV12。可以扮演比自己等级小于等于10级的 BOSS， 范围 LV2 到 LV22，LV18 稀有金星，最合适的目标。精神力0等15，又可以刷玩家了。看来玩家的装备已经不是新手装了，不过有源源不断的队伍，倒是不用太担心。今天就不回去了。扮演模式，切换目标。击杀玩家5名，获得黄金币95枚，当前黄金币3210。专注力开始下降，但这具由骨头和能量构成的躯壳没有肌肉，不会酸痛。精神力58%，精神力39%，继续赚我的软妹币吧！哈哈。判定整队覆灭，触发暴击10倍奖励。古龙残骸立即刷新，1秒都没有浪费。这古龙 BOSS 谁有攻略啊？这也太难了！我们甲级公会愿意出100金购买攻略。什么100金币 ？Ace 判定整队覆灭，触发暴击10倍奖励。击杀玩家乘5。
判定整队覆灭，触发暴击10倍奖励，获得黄金币90，当前黄金币217。检测到玩家队伍已全灭，古龙残骸立即刷新。平均每小时收入将近400枚，但是后半夜的收入大幅下降。不过这可比牛马赚钱多了啊！第331批队伍，这后半夜玩家是真少啊！获得黄金币527枚，当前黄金币3654枚。获得黄金币102枚，当前黄金币6123枚。获得黄金币84枚，当前黄金币7341枚。获得黄金币117枚，当前黄金币8512枚。意识像一根快要崩断的弦，但还没断。触发暴击10倍奖励，获得黄金币137枚，当前黄金币9652枚。当前等级17，精神力8%，黄金币9372枚。一天24小时，接近1万块。忽然很想吃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，加辣加香菜。兑换成功，获得黄金币9372枚。返回现实。精神力8%，无法10点，请恢复至10点以上。我靠，不是吧？每小时恢复1点，再等2小时到10点就可以回去了。时间有点漫长啊，还差一点。精神力9%。精神力10%。可以了，返回现实。回来了。不到1万，但够我去享受一下了。接下来，洗浴中心。欢迎光临，贵宾。先生，欢迎光临。洗浴。好的，我们这儿有大池单间，还有套餐，您先换鞋。这个热水澡洗得太舒服了。先生，需要按摩吗？什么价位？我们这儿有几种套餐：198的足疗，398的全身推拿，698的泰式拉伸，还有998的 VIP 项目。998的有什么区别？这个项目是专门为贵宾准备的，服务内容比较全面。我们会安排最优秀的技师，保证您放松身心，满意而归。行，998。好的，先生，我这就给您安排。您稍等。先生您好，我是99号技师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先生，您先趴好，我帮您按按背。才1000块，这享受值了。师傅，去阳光小区。还是现实世界踏实。
一套市中心的小两居，首付大概要60万，60万除以9000，等于60多个通宵，还不够。返回游戏。那是他下一个目标。有没有人去试过古龙？我今天带了一队全 LV16的，灭了3次，3次那玩意儿不是正常 BOSS， 我跟你们说，他会预判，我绕到他背后想偷一刀，他连头都没回，直接尾巴扫过来给我拍地上了。我觉得他不是普通的稀有精英，你们发现没有？他的攻击模式固定，有时候吐息 CD 快，完全没有节奏。别瞎分析了，就是数值碾压，等我们等级上去就好了。我有一个计划。这个人在世界频道里有点名气，经常分享副本攻略，粉丝不少。什么计划？我观察古龙的攻击模式3天了，他有几个固定弱点。第一，吐息后有一点停顿，大概0.5秒。第二，他的尾巴横扫只能打正面180度，站在他正后方是安全区。第三，翅膀飓风技能有施法前摇，能看到他翅膀先往后收。所以我操，大师还得是你大师。战术大师的分析不算错，如果古龙是常规 BOSS 的话，可惜了。问题是古龙现在是我在操控。他变弱了，加油！谁给你们的勇气，开始觉得古龙变弱了？好啊，让你们试试。扮演模式，切换目标，古龙残骸。有点意思。所有人准备，第一组坦克上。他转身了，不可能！撤退！击杀玩家8名，触发秒杀加成，获得黄金币150枚，当前黄金币9024枚。为什么？因为是我在操控他，自己去猜吧。哇哈哈哈哈哈！LVV25比古龙高6级，世界 BOSS 的仇恨机制更复杂，而且会有更多玩家参与，不是8人队，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团战。今晚去会会那个死亡骑士。角色等级19、1、25、29、33。我已经扮演了超过40种的 BOSS， 覆盖了枯谷荒原乃至周边所有地图。贷款还是全款？贷款，首付30%，贷1年。您看可以吗？可以。恭喜您成为尊贵的车主。房贷月供8000多，车贷月供4500，加起来1个月要还12000块钱。看来又要去刷一波软妹役了。返回游戏。